峰哥，川普的手段真的是太凶了，在南美洲，不爽什么我就拔掉你什么。洪都拉斯已经变天了，结果没想到，智利也是。真的川普效应已经都出来了吗？对，现在来讲的话智利已经选出来了一个新总统卡斯特，而卡斯特来讲的话，你不要觉得说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，你就把他想成是川普的南美洲版，川普的拉丁美洲版，他所有的政策、所有的口号，连帽子的 logo， 真的假的，都是复制贴上。所以呢，他今天来讲的话他是极右派的卡斯特，然后呢，智利总统选出来了，玻利维亚的总统巴斯也选出来了，然后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也是他的好朋友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川普他用一个新型的一个方式，把南美洲、把拉丁美洲已经拉到变天了。你看这是2022年当年的时候呢，几乎南美洲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左派，对，红的，都是往中国那边走的，都是往中国大陆、往俄罗斯那边走的。而现在来讲的话，重点的左下角都是右派了。为什么重点左下角呢？我们待会会讲到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锂矿，而锂矿对中国来讲很重要。那你觉得对中国重要的，对美国更重要？对，甚至对伊恩·马斯克也很重要。好，他是谁？他就是 Cast。Cast 这一次来讲的话，他打败了这个智利共产党的 Hara。结果呢，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悬殊58.2对于41.8，你就把它看成是64比，是一个大规模的碾压。那为什么这么碾压呢？卡斯特只讲了一件事情，他就说我都已经是社会主义这么久了，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好吗？你身边有没有人被罪犯打死？很多的罪犯。贩毒集团，然后呢，很多的案子都没有办法破。然后另外来讲说，你觉得经济好吗？哇，他就直接讲这2个重点，就拿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这帽子 ，Make Chile Great Again， 这个根本就是复制贴上啊，对啊，你仔细去看连他的这个色票上的号码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川普那一顶啊 ，Make Chile Great Again， 什么意思？他们就是要跟着川普走，就是要跟着西方世界走。苦日子结束了，不想再过苦日子了，所以呢，他已经成功的把它翻转了。然后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美国在里面拿到了最重要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你看，这是智利，然后呢，这是玻利维亚，这是阿根廷。其实你在过去来讲的话，很多朋友都去玻利维亚。去干嘛？一个天空之城，天空之境，什么意思？一定要去玻利维亚这种高海拔的盐湖，然后呢去拍一张照片。什么照片？当赵豪哥你站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下面是盐湖，然后你就可以拍一个上衣下衣的倒影，就一模一样的。有这么厉害，这么漂亮的，这么美丽的天空之境，在那个地方，其实你。各位跟我们都只想去拍照，人家这里是要产什么？产锂矿的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但是呢，你在这里的话，它可以产出锂矿，而锂矿在这3个地方，锂三角这3个地方，它占了全球50%的产量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地方重不重要？而过去来讲，这个地方都是大陆把它给弄下来，所以之前就有传过伊恩·马斯克想要出手，为什么？我一定要跟宁德时代买电池，我不能够自己美国的企业弄个电池吗？所以这3个地方，玻利维亚、智利跟阿根廷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可是他们美国有研究，川普上来之后就说，那为什么我们都要被他掐脖子呢？一下子左手用稀土掐我脖子，一下右手用锂矿掐我脖子。结果告诉大家，中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地方的稀有矿产的采比美国多到20%到25%。当你美国发现的时候呢，人家公司已经开下去了，人家矿产已经开下去了，所以美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这些国家给拉过来。要的就是要锂矿。所以呢，这个巴斯已经清楚的告诉大家了，玻利维亚的新总统巴斯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不要再跟保守派，不要再跟中国委内瑞拉结盟了。这个标题写得太直白了。玻利维亚在与中国马杜罗以及多年的左翼统治决裂之后，转向美国，我们要发大财了。对，已经走向要发财的一个路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说，马杜罗你现在不是在死亡的路上，就是即将死亡。所以呢，我再跟你豁下去，我已经没有路了。所以呢，告诉大家，我就是要走新的方向。然后呢，他的外交部长也说了，你要干嘛？我们正寻求与美国建立一段长期的关系，然后为了民主，也为了在南美洲建立一个新的联盟，找到路了。跟着美国大哥走，然后过去为什么过那么辛苦？玻利维亚人很讨厌他，
但是呢，他在玻利维亚做了非常非常久啊，2006年到2019年，也太久了吧，非常久。然后呢，跟这个习近平也签订了非常非常多的合约。对在过去来说的话，就是他让中国大陆的企业进到玻利维亚，然后让中国大陆的企业可以直接在玻利维亚采锂矿，也是他让中国大陆的企业可以直接把它拉回去干嘛？直接要去做锂电池。所以呢，在过去来讲的话，有大批的锂矿，然后呢，中国大陆都可以去那边投资，都可以来那边赚钱。问题是你玻利维亚有没有赚到钱？只有他的高官有赚到钱，一对般的民众就只能在工厂里面做小工。我们的锂矿，我们的矿产，结果呢，我们竟然是分到最小的那一块。对好，玻利维亚的公司哈，它的国企跟这个宁德时代曾经其实很近哦，去年的事情马而已哦。景呢？哦，还对拍了这一张照片对，然哦。后呢，它是签署锂工厂的一个建厂的协定，2024年而已。但是现在风向变了，川普用了新花招，把它给挖走了。挖走之后呢，其实他们自己的法院就说了，要暂停交易，就是要让这件事情来停摆。对可是停摆下去之后呢，接下来来看一下玻利维亚的问题，它的国会跟我们台湾的立法院也一样的状况，因为你这样子下去，一定会触犯到亲中国、亲左派的利益嘛，所以呢，你在发言的时候呢，哇直接就跟你拳打脚踢这个了。更狠了吧，玉峰哥？你看看喽，你讲话哎，直接把你给捂住了。我觉得这个手法还不让有没有你呼吸像一种黑手党啊？然后呢，包围议事台，这个哈，我们跟立法院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也不会输给人家啦啊。这个来说的话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一个游说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拆掉桌子？这个拆掉桌子也是蛮厉害的。所以你看看玻利维亚，看看台湾的玻利立法院。维亚的国会议员好凶哦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背后都是有游说团体，后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的。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整个南美洲大转向了，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说再见了，要去找川普大哥冲回美国的怀抱了。庭伟老师，哎，这样看来，真的川普已经把南美洲现在慢慢都要扫荡。过去他们就已经这样子做，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看一个蓝一个红，对不对？就没想到这个蓝的部分，这地图已经慢慢上来了。结果现在呢，除了要去做这个所谓清扫之外，第二是什么？他也要把中国这种同盟国也全部都要拔掉。就这拔掉，你说这也跟台湾有关系？当然跟台湾有关系啊！你知道，川普一开始一上任一出手就是巴拿马，对然后接下来他就派这个 Rubio 就到了中南美洲首次出访，然后去了这几个国家都跟台湾有邦交的几个地方，然后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跟台湾邦交是对的。接下来呢，你就看到在这一年当中，他就去影响中南美洲，也就是美国的后院对这个地方，全部给他翻盘。什么叫给他翻盘？除了去打那个委内瑞拉之外啊，就他告诉那个马杜罗说，你给我逃亡哈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准备你看到哦，阿根廷本来就是什么跟力挺川普的，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看到智利现在都翻过来了。玻利维亚一度往上，还有一个叫巴拉圭也是跟台湾有邦交国，往上秘鲁还有厄瓜多等等之类的，一直到萨尔瓦多，现在基本上都翻成右派的。那翻成右派的这些国家呢，接下来就是要执行川普的这个意志了哈。那我们看到最近来讲的话，在这个中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哦，事实上现在也吃了大亏。什么叫吃了大亏？他相信了中国的话。不是只有洪都拉斯那个白虾的问题而已，还有什么尼加拉瓜？尼加拉瓜其实当年来讲的话，他们就很想去做一条运河。对，什么运河？就是说，除了巴拿马运河可以赚钱之外，我尼加拉瓜里面有很多湖泊，我把它串联在一起，不就变成一条运河了吗？那这时候呢，其实中国就告诉那个当时就是现在的总统，也就是这个左派的奥蒂加，其实我来帮帮你。对，来帮他。那奥蒂加本来以前跟阿扁也算不错，阿扁也是这个草根出身，他们两个曾经开吉普车，就阿扁开吉普车在奥蒂加，然后两个在那个什么尼加拉瓜那飙车啊。那后来呢，其实因为用这种草根性的感情还可以维持着邦交，但是后来被中国买走了。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大型机具啊，说进驻这里来帮你开采。另外来讲，要帮他盖什么机场啊，盖什么东西的承诺来讲的话，将近提供给他有14.37亿美元的本金，但是叫他还钱进来还多少？你知道吗？要还20.5亿美金呢。也就是说，高利贷啊，就是地下钱庄啊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来讲，你就上钩了，上钩之后，我今天要从你大赚一笔，反倒是尼加拉瓜运河没开成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来讲的话，
也让这个国家来讲的话，整个被中国吃掉。所以你看那个动漫漫画上面就一条龙，然后准备要把尼加拉瓜吃掉。对，那像这样的国家来讲的话，其实也在反悔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奥地加它是左派的。那接下来国内也一股势力出来，你看洪都拉斯选举出来，是不是右派的也是挺台湾的这边要当，就是准备要当选，不管是第1名、第2名当选都是挺台湾。现在尼加拉瓜内部也在考虑到翻盘的问题，巴拿马也派了国会议员到台湾来，所以你看到整个中南美洲来讲的话，不是只有在南美洲这些国家而已哦，中美洲也开始发生整个巨型的变化。那目的在什么？就是川普要执行他的意志，我先把自己的后院先搞定，对，把这个中国的势力铲除掉之后，我来全心全意对付中国，否则我今天在对付中国背后院来讲有个背后插刀，那怎么办呢？对，所以今天川普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力的鼓励。以及这个协助那些跟台湾发展关系的，或者跟这个右派关系比较好的这个政权呢，能够当选，能够执政，这时候才能够执行川普的意志。而且他等于是当选之后，等于是转向都会来跟我们台湾做建交吗？是，现在都在谈，但是到底有在谈了，现在换成是台湾要不要的问题了。也就是当年来讲的话，谈的条件，那你今天来讲的话，突然间这样子断交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前台湾来讲的话，很多国家的邦交国都是在中南美洲。对。那现在如果你想要再转回来，哪一天会不会又转过去？所以今天来讲，我们也学乖了，不是说你每人来谈，我们就一定要全部接收。对。所以今天来讲要看，如果说今天在背后又有美国立体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呢又有中国的这个因素，就是要把它铲除掉，看你的决心。如果你还跟中国在眉来眼去来讲的话，那我相信那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啊。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中南美洲很多国家都在跟台湾商谈复交的可能性，但是呢，操之在权，操之在我们的手上，到底要不要跟他们再重新复交？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